副军长同志，空军航空兵第107师列队完毕，大会是否开始？请指示。师参谋长沙望银。大会可以开始。是。传信。大会现在开始。首先，请梁副军长宣读命令。命令：人民空军作战训练实验中心副主任肖广利为空军航空兵第107师师长。任命空军航空兵第103师副政治委员季浩苏为空军航空兵第107师政治委员。命令宣读完毕，请新任师长政委讲话。同志们，请稍息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就要和大家朝夕相处了。如果问我季浩苏此时此刻的心情，4个字：诚惶诚恐。因为我所面对的是一支英雄的部队。如何继续带好这支部队，在新的历史时期迈上新的台阶，并在新军事变革的浪潮中承担起打赢高科技条件下局部战争的重任。说句心里话，作为新任政委，我有一种泰山压顶之感。面对压力，我的回答仍然是4个字：竭尽全力。我的话完了。谢谢大家。下面，请新任师长肖广利同志讲话。政委已经讲过了，我就不重复了。谢谢大家。下面，请师副政委文东玉同志讲话。同志们，讲2点。第一，我首先代表全师的指战员，对新到任的师长、政委表示热烈的欢迎。第二，后天将是我师安全飞行10周年的纪念日，上级决定，届时将授予我师安全红旗师的荣誉称号。这是我们全体官兵在前任师长、现任的梁副军长的领导下，卧薪尝胆、励精图治的结果。这是我们107师的骄傲。同志们，在后天的庆功会上，有各级领导和首长、各大新闻媒体的记者们都要到达我师。今天大会结束后，各单位要抓紧把横幅挂起来，把彩旗插起来，把彩灯拉起来，让首长和记者一进大门就能感受到我们107师的光荣历史和崭新的精神面貌。
喂，我是季浩苏。很冒昧，季政委，想请你回答3个问题。你是谁啊？我是谁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要问的问题。讲。政委同志，我提3个问题。第一，你走马上任的时机很好，107师的桃子熟了，树是别人栽的，不知道你这个新政委吃着味道如何？我正在品尝。一般来说，请不要打断我。第2个问题，请问政委同志，你如何看待飞行事故？最后一个问题，众所周知，当了107师的师长和政委，半个屁股已经坐到了将军的椅子上。不过，近些年部队和地方都存在着一个怪现象，晋升的人大多是有背景的。请问你如何看待这个近亲繁殖？帅师呀！于科长，哎，魏队长，哎，怎么样？这10年安全的金牌挂起来了？哎，找你来了，给参谋参谋，看这奖牌挂的位置行不行？我觉得挺好。你是不知道啊，文副政委指示说这奖牌挂的位置啊，一定要醒目。我这东挪西挪，折腾半天了。这些事儿啊，哎，好吧，一会儿你把照片拍了，是吧？怎么着，你小子？哎呀，来入卫室了？对呀、怎么着？位置选好了？位置？什么位置？你和蓝沙的英雄照啊，准备挂到哪个展厅里啊？哈，你说的这事儿啊？啊？哎呀，这事儿我还正犯着愁呢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我弄一塑像，我就立这儿算了。哼，算你狠呐，魏长河，你胃口也忒大了。哎，连他你都想占领？这新装备代替老装备，就像我们的蓝沙代替你们的前妻，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。规律再发展也不能抹杀历史啊！哎，你知道这架老式的拉11它意味着什么吗？你不会不清楚吧？你小子想说什么呀？直说。我就是要告诉你，这是我们321团的辉煌和骄傲啊！你甭打主意，啊，嫌它老了，背上那5颗星phủ去了。哼，我还跟你说，抗美援朝的时候，就是这家伙把美国最先进的 F-86给揍下来了。螺旋桨打下喷气式，这在空战史上都是奇迹。谁创造的？我们321团呐！啊，你们323团现在虽然装备了先进的蓝沙战机，但是战争一旦打起来了，那我们321团还能创造奇迹啊！哎呀，看见没有，人家贺团长看问题，那一向是比较深刻啊。那是。魏团长，抓紧时间吧。走。哎，于科长，来，给我跟拉11照张相。拍一张。贺团长，你这表情也太严肃了吧？哎，人家贺团长要的就这气势。魏长河，我跟你讲，这就叫气吞山河。
民间旅客的各位请由观景飞来本站的394121航班已经到达，谢谢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? Flight 3Q。哎呦，哎呀，对不起啊！啊，没事。哎，你是望海机场的吧？你怎么知道？我看你像个军人呢。我也是望海机场的，不过我没见过你，你是不是新调来的？没错，新调来的。哎，你是不是来接新华社的记者？哎，木青大姐，这位呀就是新华社的记者木青大姐，我们俩在飞机上刚认识。走吧，先到外边。哎，你不会是新调来的政委吧？哼，我看你也不像。你怎么称呼？啊，我叫陈果，成功的成，果实的果。哎，木青大姐，你知道吗？我回家休假20天，还没来得及接见我们新来的师长和政委呢。师长，师长，我来吧。啊，你是新来的师长啊？你想打假？啊，不是，哎，木青大姐，你看出来了吧？还没到机场，你的采访已经开始了。成果。哎呦，吓我一跳！艳阳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等你呢。等我？有事儿啊？哎，你怎么知道我今天回来啊？你休假20天，这时间很好计算吧？20天不包括路程啊？你知道我路上需要几天啊？其实我在这儿等你已经3天了。熄灯号吹了，你该休息了。哎，不用来这儿，我很高兴。不是我想来的，社里人手不够，上面又指定要专题报道你们107师，我别无选择。天上星亮晶晶，一闪一闪像明灯。它不是星，那不是灯，那是爸爸在飞行。那不是星，那不是灯，那是爸爸在飞行。天上星，然后没了，再唱一遍吧。来，预备起。天上星，妈妈呢？又放你表姐那儿了。能带着孩子出差吗？我只是问问。你当然可以问。你有权做任何你想做的事。那是爸爸在对不起。咱们家。对不起，我想
跟记者们对话。希望你能理解我。哦，王丽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市的记者们，老纪。你好，政委。你好，我是新华社的记者，我叫穆青。哦，千里迢迢啊！哎，怎么还没住下？哦，已经安排了。小丁儿，啊，来的人很多，招待所的条件差了些，只好委屈你了。没关系，我们做记者的也很随便，只是打扰你们了。哪里？你们是请都请不来的客人。恐怕是你们想挡挡不住吧？你们107师声名显赫，记者们都是不请自来啊。小丁儿。记者的眼睛果真厉害呀！是的，带这位记者同志去招待所。是。记者同志，请吧。好。记者同志，让肖市长带我送你一下吧。不，你们都不用送。政委，我希望明天能采访到你。不，你的采访对象既不是我，也不是肖市长。而应该是107师的功臣们。明白了，再见。好，再见。有什么好看的？反正明天也不飞行。我在跟你说话呢，啊，到你的房间聊聊去好吗？走。坐。王丽，今天我接到一个电话，你不想知道我接的是什么电话吗？匿名电话。这么说你也接到了？什么时候？今天早上。我唱完歌了，我去找爸爸。咱俩不是说好了吗？不许去打扰爸爸。为什么不能打扰？爸爸已经好长时间不飞行了。对呀，不是说好了吗？等10年安全的大会一开呀，你老爸他就飞喽。爸爸一飞，我们就更不能打扰爸爸了。对呀。我闺女最乖了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啊？去吧。妈妈，我去抓萤火虫了。去吧，小心点啊。你小心点啊。材料写完了。写完了。闹得让别人看见。
除了匿名电话，我还听说，最近一个时期，107师今天总结经验，明天反交破满，后天查找安全隐患，天天开会座谈，就是不安排飞行。为什么呀？不就是怕砸了安全10周年的金牌吗？上千名官兵，几百架飞机，就那么天天耗着等着，仰望着那个10周年的纪念日。哼，老天爷邪性了，你不是不飞行吗？哼，我天天给你好天气。这天飞夜航多好！我说你这个人能不能也说一句超过10个字的话？啊？先打个招呼啊！107师已经交到了你我的手上。我这人的脾气和一个半天说不了一句话超不过10个字的人在一起，共不了事。坐。广利啊，你我虽说相识不久，但是你的那些学术论文我是经常看的，也非常的熟悉。不瞒你说啊，我曾经也像一个追星族，追踪过你发表在各种航空杂志上的文章。你在《云中漫步》中有一句让我五体投地的名句：飞行飞行，不飞不行。我在空军干了20多年，还是第一次听说“飞行”2个字可以这么解释。但是你这个人和你的文章怎么……老季，你让我现在说什么好呢？我现在就好像在空中飞行，出现了错觉，看到的、听到的、感觉到的，整个全你。老季，你说的不错，107师既然交到了你我的手里，我们就应该尽快切准107师的脉，履行我们的职责。另外，我还想搞个行动。行动？什么行动？战斗转进。不让上天飞，你就搞个地面拉动演练，这样也许可以刺激一下部队，给这个王牌师拧拧螺钉。时间定在后天凌晨，也就是4点30分。气象分队的预报图已经出来了，望海后天有大暴雨。老天爷既然给了我们这个时机，我们就应该抓住它。转进和实战相结合。可是广利啊，后天可要开庆功大会啊！这就是最好的庆祝。赶紧回屋去。哎，大家不要慌，大家不要乱，安静一下，安静一下。你们现在听到的声音呀，对，这是第一次战斗转进。什么是战斗转进啊？战斗转进啊，兵士明白，迅速进入战时状态的一种演练。由于空中的作战是以分秒来计算的，那么转进的速度与你是无关
抓住战地，先敌制胜。因此，战斗转进是一支武队战斗作风和军事素质的重要体现啊！嗨，真吓人！我还以为要打仗呢。这不就是战争的预演吗？难得的采访时机啊！还正好看看107师的战斗作风和军事素质。您说到这儿，咱们也赶快战斗转进吧。好，走吧。记者同志，您好，肖师长让我转告您，部队正在进行战斗转进，请您不要紧张。哦，对了，这是消音器，师长说他让您带上。再见。啊，对了，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战斗转进也把你转进来了。看看V3设备的安装情况，知道吗？都被赶到飞弹室了，还那么一天下没回来。爸，这是军人，好好学着。整个战斗转进雷厉风行，秩序井然。下面。队长，这里风太大，还是去塔台上去吧。好吧，不用，我就在这儿。那边都有水腥味儿，一说话就到啊。杨副队长，这次战斗软地，你算咱们的战斗水平，派对方记住，别让他们大饱了眼福啊。新官上任，头一把火就搞突然袭击，幸亏我们没出洋相。老爷，你这是什么话？战斗转进是我同意搞的，你有意见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什么意思啊？杨副队长，我看转进结束以后，庆功会是不是可以开始了呢？请示你们师长政委去。你们俩虽然过去带领过师长政委，但过去现在107师的师长政委是谁呀？是萧虎立，是季浩苏。难道你们还接受不了这个现实？军长同志，军区空军急电，马上请师长政委过来。张参谋，到，请师长政委到1号停机坪。是。
军长，军区空军命令，107师出动拦杀12架，参加 S 军区歼子99正常演习。明天8点50分到达演习上空，掩护空军发起总攻。明天，赵师长，徐志伟，任务一时艰巨，几乎没有准备时间。梁副军长，实施地面目标攻击，科目并不。我虽然来107师时间不长，但按照快速反应部队的要求，应该能够完成任务。从今天所体现出的良好素质和战斗作风看，我对107师完成这次歼灭空中演习有信心。好，从现在起，师里停止一切活动，抓紧准备执行命令。那咱们的庆功会是不是推迟到演习之后再召开呢？演习准备就是最好的庆祝。明天开始就是新的10年，安全红旗这个牌子不是一直挂起来了吗？107师全体官兵继绑开来就是了。你说呢，季志伟？我没意见。为了使部队尽快投入演习，我看应该安排记者们返程了。可以。留下好。本来我是想不辞而别，可是又觉得这样，另外我有件事要告诉你。没今日说。这种地步，我来的前一天，总社社长找我谈话，让我驻德国新华分社工作，时间是1年，3月份动身。2年前就找我谈过，当时你正好要出国学习，我也就推掉了。这次你不用犹豫了，我可以把弯弯送到我母亲那儿去。你是说把弯弯放到你母亲那儿？我打算把他们接到这儿来。望海。母亲，别紧张，千万别紧张，这是飞机在试车啊，别紧张，别紧张。我知道我对不住你啊，母亲。我以为从噩梦里走出来。这半年我能控制自己，不再看天宫，不怕看到飞机，半夜里不再会惊醒。可今天早晨我被警报惊醒，我才发现我自己还是在噩梦里。我知道这都怪我啊，母亲，你听我说。不，现在不是这样子了。既然你把飞机看得比我还重，我还有什么必要时时刻刻在牵挂着你？你听我说，让你的安慰搞得我精神恍惚、精神错乱呢？母亲，我们俩不要再互相折磨了，这对我们俩都是残酷的。听我说，母亲，你知道吗？每次看到你，我都有一种负罪感。也许我
我们解除了婚姻，我不再牵挂你，你也就不会负疚了。我们都不要再欺骗自己，你知道我需要你，不要欺骗自己，好吗？我是在救自己，也是为了解放你。哎，我说，都别杵在那看了啊！今天这天啊，没戏。下，都快下喽，还下？真邪来，半个多月天天是好天，赶上宴席了，老天爷就跟咱过不去了。哎，老面，你说这不是成群出咱们32、33和蓝沙的洋相吗？唠叨什么呀？那上面有人比咱们还急。起立！你们当中有多少人飞过雨中科目？报告，我飞过。我没问你。你什么时候飞过？调这儿之前，在作训中心的前期上飞的。师嫂，看着就像你，还是个学怎了？啊，有个病号当医护员。陈秘书，前些日子怎么一直没见到你？我休假了。师嫂，以后啊，别老叫我工程师，就叫我陈果吧。好，陈果，来。陈果，我听山河说你调到飞船室了。嗨，准确的说呀，是点到飞船室当飞船管理员。为什么呀？跟着领导添麻烦呗。师嫂，你说这天儿明天能行吗？行，我看你能行就不错了。哎，那咱们是不是这样？团长，你怎么又出来了？睡觉去。团长，您不是也没睡吗？哎呀，你听到什么声音没有？没有，好像有青蛙在叫吧？不会的，还不告诉我？
听青蛙叫也很好听。哎，你没听说过吗？青蛙鸣一觉醒，你青蛙一叫，就算有希望。是的，真像啊！没想到你还有这功夫啊！哎，真的，还真是青蛙叫，真没听错吧？真的心诚则灵啊！真的，看来明天练习有希望了。首先要明确的是，我们这次行动不是配合别人，而是歼字99演习的一个组成部分。老天爷给我们家门多了一个不理想的气象条件，从实战出发，更增加了演习的真实性。演习是对战争的模拟，战争自然有风险。如果一支不敢面对风险、不能承担风险的部队，它的存在还有意义吗？季政委站得比我们高，看问题比我们深。不过，这次演习的确有些突然，让部队有些措手不及，所以有些准备工作难免有失缜密。我们必须从部队的实际出发。这种气候，我的意见最好是不飞。什么是部队的实际啊？107师是一支英雄的部队，未来战争的一支快速反应部队。什么是快速反应啊？就是说，它能应付突然的事变，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拉得动、上得去、打得赢。如果从接到演习命令算起，到现在已经有3天的时间了吧？还能说措手不及？同志，这是战斗演习，不是老娘们赶庙会，天好了就去，天上飘了几朵云彩就拉倒。季政委，演习固然重要，可我们也要对部队负责，对国家负责。这一架蓝鲨价值几个亿，摔得起吗？我的意见还是不能飞行。我们不能干那种买不着米反丢了米袋子的事儿。蓝鲨一旦出事儿，咱们在座的各位谁也负不起这个责任。沙参谋长，你的这个米袋子理论倒是把责任心比喻得很形象啊。可现在的问题是，米的问题怎么解决啊？机场上大标语写着“首战用我，用我必胜”，是当米袋子用，当招牌用的。季政委，首战用我，用我必胜，是努力的方向。努力的方向，拿着人民的份，耗费着国家的巨资，一句轻飘飘的努力方向就算是交代了。我们是装备了蓝鲨的部队，是拳头部队，首战就是要用我，用我就必须赢得胜利。军队不做广告，军营的口号不是装饰品，更不是儿戏。107师的每个飞行员必须具备打第一仗、争第一功的精神，否则就是犹如使命。
20分钟过去了，天气没有一点好转的迹象。王烈，看来今天飞上去的希望不大。我知道，一场演习从准备到实施繁荣复杂，耗资巨大。尖子这种演习因为107师而一再改变作战计划，上万人马，上至将军，下至士兵，就那么眼巴巴地耗在那里。我心里有一种强烈的犯罪感、耻辱感。可是广烈，咱们也静下心来想一想，你呢，刚在国外学习了2年。接受了很多新的军事理念。我这个人呢，也喜欢读一些新军事方面的书。你我的心态是不是有些急躁，脱离实际啊？在国外，云底高75米，能见度200，照飞不误。这是我以前所在的部队，遇上这样的气象条件，也能执行飞行计划。可是今天不行。当然，我不能要求所有的飞行员、所有的部队在一个夜间全达到一个飞行水平。我现在最恼火的不是别的，是我自己。我居然对自己的部队我都不了解。进来。高转转，你小子还知道来看我啊？老团长，我老专，我来望海好几天了，为什么不来看我？才想起我是你的老团长，是不是因为昨天我在塔台 K 你了几句？哪有这么严重？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咱们俩不对付呢。这拿走拿走。好茶。哎，这才像一起闯过鬼门关的难兄难弟啊！我还以为我出国这2年，你调到107师，你把咱们这段生死经历给忘了。说，为什么不来看我？一来嘛，不想干扰你对107师的观察。再说你也没找我呀。你少来。你不找我，我也知道为什么。你除了想静心观察107师以外，也在观察我，对吧？这么说，你也在观察我？
是啊，毕竟2年没有见面了。草木一岁一枯荣，2年人的变化有多大，我也说不清楚。老专，今天来一定对我有什么话要说吧？说。首先夸你2句，完了再提醒1句。老团长，你今天取消飞行计划，非常的英明。你听我一句，107师不是报纸上说的那样，演习能推就推，实在推不了的，在复杂气象情况下，绝对不能编队起飞。我知道。不编队起飞就失去了实战的意义。可是，在107师，最大的意义是安全。行了，这第1杯茶让我给喝了，我要给你续上了。第2杯茶呢，你自个儿慢慢品，老团长。师哥，今天雨停了，你们飞不飞呀？但愿能吧。再不飞呀，蓝沙就快成老母鸡了。伙计，这2步走有点拉胯啊。没样了吧？啊！哎，一场演习都上不去，还打什么仗啊？行不行啊？啊，不行，你那蓝沙就别硬撑着了。我们歼机在那儿等着呢，飞行员都急红眼了。啊，贺团长，趁火打劫可不是美德啊！这不叫……哎呀，哼，一个北航毕业的双学位飞行团长，一个北航毕业的研究生。到底是师哥师妹啊，一开口就爱憎分明啊！啊，哼！我说你小子少说这种酸话。我的蓝沙能不能飞得上去，我心里比谁都清楚。哎呀，就是身体不听使唤呐！哼，你这大师哥不好使。师长，贺团长，师长，我是代表321团全体官兵来请战的。如果蓝沙执行任务有困难，我们歼7请求参加歼字99演习。贺鹏，有话进来说。师长，请石首长考虑我们的请求。我们321团绝不给107师丢脸。贺鹏，这种求战的积极性非常好。一支好的部队就应该具备首战用我必胜的信心和能力。但是这次歼字99演习，上级明确指定由蓝沙来参加，这是无法更改的。那我无话可说。不过师长应该比我更清楚，一旦战争来临，歼7、歼8都得升空作战。希望以后不要忘记我们。
师长，魏团长，进来谈。是。师长，连续2天没有飞成，影响了整个军区的演习。我这个团长，魏团长，我没有要责怪你的意思。我刚调到107师，很多情况我不熟悉。为了尽快摆脱两眼一抹黑的这种状态，你得好好帮帮我。师长，别这么说，你想问什么尽管问，只要我知道。山河，你是双学位的飞行员，323团又是装备了蓝鲨的甲类团。我现在想问你的是，一旦战争来临，323团拉得上去打得赢吗？就目前的实际情况看，还有不小的差距。说。首先，我们的训练水平和训练理念有很大的差距，尤其是海湾战争以来，空中打击已经成为达成战略目的的主要手段和决定性因素。面对这样的现实，我也在不断地问我自己：就像您说的，一旦战争来临，我的323团能够担当起主角吗？说实话，要回答这个问题，我这个团长心里没底。坐。咱们拉近了说，如果明天天气不好，你和你的323团打算怎么办？这个问题我也考虑过，只是觉得不太成熟，而且也不是很妥当，所以没关系，说。如果明天天气仍然不见好转，我们12架蓝鲨可不可以单机起飞？你也不主张编队？有人提出这种方案了。你接着说。师长，我知道，单机起飞虽然避免了云中相撞的危险，但这不符合实战需要。可是根据我对部队实际情况的掌握，目前也恐怕只能这样了。魏团长，到，立即回去，制定出编队和单机起飞的2套方案，作为明天的备用。是。好，师长，明天即便采用了单机起飞的方案，我也做你的僚机，和你编队起飞。喂，哪位？纪政委大区演习指挥部电话。我是107师政委季浩苏。季政委，气象报告，外海地区天气又有变化，你们能否起飞？请报告大区首长，到目前为止，我们一直在做起飞前的一切准备。是。
那什么单位？望海间谍公司。什么？报告政委，那是望海制糖有限公司，据说老板是个台湾老头。制糖公司？制什么糖？不知道，没看他制什么糖啊，也没看见工人出入，反正都1年了，那牌子还一直挂着，也没倒闭。那为什么要建在机场边上？所以说嘛，叫间谍公司更合适。咱们飞机起飞降落，起飞几架，飞什么科目，都在他眼皮底下，他都门清。你啰嗦什么呀？间谍公司，间谍公司，叫着间谍公司，为什么还让它存在啊？你是干什么吃的？白吃白饭的？政委，这不是我们宣传科的事儿。但这是政治部门应该管的大事儿，你也有一份儿。这事就这么定了，你和保卫科长一起，限你们3天时间，把它给我摸清楚。是。建阳，你给我坐这儿！你坐到咱起干嘛？坐的人眼都晕。我坐不下了，坐下我就头晕。谁头晕了？哎呦，你可来了！赶紧给这家伙发10片硬海宁。闹心，还用10片，5片就把这小子摆平了。少给我开这种玩笑。司医生，有没有那种能让人镇定的药？有啊，什么症状？心烦意乱，坐卧不宁。司医生，给他敷太太静心口服液，绝对对症啊！胡闹啥呢？安静。这种时候你最好也别在窗口杵着了，嗯。你们现在这种心态很不利于飞行。别抽了吧，有我保存。给我接望海机场，要萧广利市长听电话。什么？给我找商委参谋长。喂，我是沙望银。喂，喂，梁副军长。哎，对对对，我是沙望银。哎呀，现在天气还不如早上，7点一过，云就压下来了，能见度也差。气象台报告，7点30分以后可能有所好转。对。现在还没有好转的趋势，我担心呢，今天的天气还不如昨天。肖市长，他10分钟之前就已经飞上去侦察天气了。是，安全第一，我明白。报告司令员，今天比预定时间提前了45分钟。太阳大区首长下了决心，没有空军参加也要开演了。老康啊，老天开眼，看来今天不会再唱2进宫了吧？让我的上官人马望云兴叹呐！
师长，天回来了，快！小航线着陆，嗨，圆了。 1分40秒。是啊，比普通的着陆时间整整节省了4分钟。没见过，就这玩意儿，我们在作训中心的时候就飞过。谁飞过？师长啊。那还差不多。还有我，你吹牛！哎，我怎么没见你飞过？ 在这儿，107师，我倒是想飞呢，谁让啊？哟，就你牢骚多。校长，情况怎么样？ 云底高260米，能见度2000米，而且云层很厚。天气状况还不如昨天。现在是7点24分，离预定起飞时间只有36分钟了，怎么办？光力，演习指挥部来电话询问这里的情况，我回答仍然在做起飞的准备。你看。 沙参谋长，实施第2条飞行计划，单机起飞云上起飞。另外，为了弥补单机起飞的缺憾，增强演习的实战性，我和魏团长编队双机起飞飞。我不同意。老肖，你是一师之长，你上塔台指挥。我已经做了飞行准备，我和魏团长双机起飞。好的，没有这样，没时间，就这样定了，您来指挥。报告，乌林局组来电，康司令打来的。知道了。是。 弟兄们，向康司令员和演习指挥部报告，我们将按时起飞实施目标攻击任务。好，文副政委，报告梁副军长，我们立即开飞。是。沙参谋长，通知部队1等转机。是。1等转机。 防止云中相撞。各级注意，按照塔台指挥和规定的数据，保持好状态，继续穿云，云上起飞。
定情绪，检查好各自的方位和状态。打开加力，7点47分，云上集合。这样的云量不会影响你的击球吧？不会的，总司令。东幺洞，另外8机没有驻云，极限时间到，再拖延，我们将无法准时到达演习现场。云中各机返航，云中各机返航。东拐洞、东拐6、东拐8注意，听我命令，以现有4机编队直飞演习现场，实施目标攻击。胡闹！4架飞机来干什么？还嫌空军压强出的不够啊？辽副军长，关键是4架飞机怎么能完成12架的演习任务？一旦完不成任务，这演习可就砸在我们手里了。命令他们立即返航。没听见我的命令？是。下达返航命令。是。东幺洞，东拐命令，立即返航，立即返航。东幺洞报告，我们已经进入蓝军雷达警戒距离。目前无线电干扰杂音太大，我们听不清命令，听不清命令。辽副军长，消息上他们已经进入蓝军雷达警戒距离，目前无线电干扰太大，他们听不清命令。编队注意，编队注意，我们现在以密集队形，超低空隐蔽飞行。和蓝军地面雷达和防空火力攻后，发射超视距攻击导弹。导弹发射后，4机脱离编队，东拐洞、东拐6、东拐8轮番攻击第2号目标，1号目标由我实施攻击。任务下达完毕。东拐洞明白，东拐6明白，东拐8明白。好，开始执行。演习还有2分钟，仍然没有红军飞机出现。命令，所有雷达，包括备用雷达，全部开机。是，命令，所有雷达，包括备用雷达，全部开机。地面雷达已全部打开，没有一处发现肖师长所率4机的任何迹象。如果没出意外的话，只有一种可能，他们正在进行超低空密集编队飞行。密集编队飞超低空，难度和危险系数太大，万一……辽副军长，这个时候千万不能激动，千万不能干扰他们。那么密集的队形，那么低的高度。稍微有一闪失，可就是机毁人亡啊！各位首长，歼字99对抗演习就要开始。演习的课题是空军参与下的红蓝两军实兵对抗。演习的目的，研究和探讨突击作战的初始阶段。我军地面部队如何在空军的配合下实施突击作战的组织和指挥。演习共分3个阶段：第一，空中火力摧毁蓝军地面设施和目标；第二，红军发起突击作战；第三，红蓝两军突击和反突击作战；
各位首长，现在离演习的时间还有30秒钟。当信号弹升起的时候，红军强大的机群将首当其冲飞临演习现场，对蓝军地面目标进行毁灭性的攻击。还请首长注意的是，这次演习的飞机是我军装备的第3代战机，是名声显赫的蓝鲨战斗攻击机。各位首长，现在到了空中火力对敌目标进行毁灭性的攻击时间了。可是，你马上报告康司令员，就请肖广令坚持带领4架飞机前来参加演习。是。蓝鲨正在进行的战斗是特级地法，这和一般的地法有着质和量的区别。如果打对方，前者是冲锋枪，后者是步枪，后者打一发子弹拉一下停车，前者是连续发射，统一当时，既具有最大的杀伤效果，又不危险的反击，客观上还保持。当然，他们也不少说，这种特性他们有因为它太难太细，每个攻击动作只有1秒的时间，在这短短的1分钟内，飞行员必须准确完成40多个动作，也就是1秒钟。只要有一个动作错误，它后果不堪。也标志着300多个登峰造极，无以为继。首长，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向人民空军、向我们英雄的飞行员致敬。
你们啊！汤司令，我是梁一汉。12架蓝鲨只来了4架，那8架哪儿去了？司令员请放心，另外8架飞机已经安全返航了。